70、80年代，远看像讨饭的，近看呢像捡破烂的，手里还经常拿着盆盆罐罐的。然后到村里边会问老乡，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科技手段的运用，卫星图、碳14测年、做 DNA， 使得这20年大放异彩。我们跟破案确实很像。经过30多年的考古呢，良渚文明也得到世界上考古学界的公认，完全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他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也是良渚千年古城的发现者。这个古城多大呢？4个故宫这么大。5000年前人什么样子？我看有的人眼神还在5000年前，听直了。历经80余年，从文明曙光到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证，考古人的坚守谱写了一段怎样的传奇？这就是传说中真正的挖墓笔记。对，我的技术是比较好的。一说起中国文明，上下5000年，但是5000年的证据在哪？我的时代答卷，本期演讲者刘斌。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带来一样东西。这是什么？大家认识吗？哈哈，有很多家里养猫的朋友非常激动。错，这不是养猫人士的身份象征，这也不是我们平时建筑工地上抹灰用的。这个东西是在一个特殊的领域。说得对，考古。这个东西叫手铲。尽管今天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了，有那么多的高科技来作为考古的辅助，但是真正的考古学家仍然愿意是一个本子一把铲，走遍天下。所以这就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是当时登月的宇航员说的：“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但是作为考古学家来讲，可能他自己的这一小铲，也许就是人类文明的几千年。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这把手铲的主人，将跟我们讲述他这几十年一心扑在一个地方，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创造了中国考古今天的辉煌。而这个地方在所有中国人心目当中也有着一个了不起的名字和地位——良渚。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开讲嘉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良渚古城发现者刘斌。有请刘所长。你好，刘所长。你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谢谢各位，请坐。这个东西该物归原主了，交还给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对您来讲，不光是有深厚的感情，甚至可以说是您的这个行业当中不可离身的东西，就跟士兵的枪一样。手铲全世界考古学家们用的都一样。那我们这个手铲呢，除了这个挖土之外，我们主要是边壁要把它清理出来，然后呢，这个可以用来刮这个表面，挖每一层呢都要把它刮得非常干净，然后你才能够找出那个平面上的那个线条。那么另外还有我们的本子，随时发现什么得画下来、记下来。所以大家看见刘所长的左手拿的这个本子，这就是传说中真正的挖墓笔记。我的技术是比较好的。86年，我们浙江第一次发现那种良渚的大墓。反山12号墓，那个非常重要的墓，当时领队王明达先生就交给我挖的，所以因为我挖的技术比较好。作为考古学家来讲，会不会有一个职业病，就是走到哪儿挖到哪儿？考古这也有点职业病了。您说是这个，就看哪挖土，我们都会仔细去看一下，因为考古很在意那个土层，也很在意出什么东西。
所以在早年，在这个70、8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个考古界有一句顺口溜：远看像讨饭的，近看呢像捡破烂的。因为这个70、80年代有时候会带标本，手里还经常拿着盆盆罐罐，拿这个破陶片、破罐子、破碗，走在街上。然后到村里边会问老乡：“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所以会给人产生误解。所以考古不像大家所认识的那样，觉得就是挖宝。实际上，考古呢不是挖宝，考古是研究人类历史，它是这样的一个工作。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考古挖出来的也是宝，只不过是不是以这个市面价值来衡量的宝，它是一种文化的宝藏。对对。所以现在良渚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我最近发现，从过去我们叫良渚文化，对，现在已经开始叫良渚文明了。对，一字之差，这背后考古所说的文明，可能跟大家所理解的文明不太一样。就是国家出现、国家产生叫文明，所以就是说，人家说你中华5000年文明，实际上我们中华的这个国家产生的历史，到底能不能到5000年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这个良渚文明也得到世界上考古学界的公认，就是中华文明在5000年也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良渚这样一个地方，前前后后80多年，几代中国考古人始终在仔细寻找着中华文明的证据。那么究竟到了这一代考古学家手里，他们发现了什么？在这背后有多少的故事？我们接下来把这个讲台留给刘所长，有请您为我们开讲。谢谢大家对这样的这个讲解的方式啊，可能不是特别的习惯，因为我们考古呢不是讲故事，考古是一个类似于咱们现在说读图的时代，我们是读物的。那么考古是一个读这个地下的书，我们要一层一层的去研究历史。我们现在知道，地球上人类的历史有300多万年的历史，大概在距今1万年的时候，我们人类开始进入到定居和农业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大概在50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产生国家这样的一个时代。都比较熟悉的，比方说古埃及，古埃及是5000年左右的产生的国家。那我们说到古埃及，我相信你们脑子里边一定会有金字塔、法老、什么狮身人面像。那我想请问一下，哪位能够回答一下？说到中华5000年文明，你们脑子里边有什么印象？我们说到中华5000年，可能只是个概念一样的。那么我们史书上记载的大禹治水，我们知道大概4100年左右，跟人家相差1000年。我们作为一个文明古国，那么我们中华文明，我们中华的国家起源能不能到达5000年？这个就是要靠我们考古来实证。你没有实证，你光靠传说，那么实际上得不到世界公认。近代考古学呢传入中国，到后年就整整有100年的历史。但是呢，前面80年代以前呢，我们挖一个东西，我们是比较朦朦胧胧的，就像盲人摸象，你不知道它在这个定位是什么。我们都是在这个做文化圈的谱系，就在认啊，这个哪个区域内是长什么样，然后哪个年代什么样，得把它整个排下来。那么良渚的发现呢，从1936年开始，当时认为是这个山东龙山文化向中国南方传播的这样的一支。到1959年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这个南方的遗址，发现跟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呢不太一样，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呢，到1959年的时候才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但是呢，真正的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呢，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1986年第一次发掘到了最高等级的，也是良渚文化早期纹饰最精美的反山墓地。那么我比较有幸呢，是1985年到浙江工作，那么1986年呢参加反山的发掘，我的这个技术还比较好。王明达老师呢就让我负责挖这个第一个大墓12号墓。去年的这个国家宝藏里面看到有那个反山的玉琮王那个就是我挖的。
反山的玉琮王实际上它不仅仅是比较大，那么反山的玉琮王的发现呢，实际上第一次解决了我们对良渚玉器的功能的认识。1986年的上半年把它挖出来，实际上上面的这个阴刻纹的这一部分呢，这非常的小，像个硬币这么大，看不清楚那个上面到底刻了什么。那么实际上到下半年的时候，我们所里边的这个摄影师，那么他在这个摄影的时候看底片啊，有一天非常激动的跑来跟王明达老师说：“哎，我发现这个人了。说你们看这个手。”那么为什么发现这个人的图像呢会非常激动？就是我们这个原来完全不知道说良渚人到底是什么打扮、什么样子。当你在一个这个器物上面发现一个人的形象，哎呀，你就突然觉得说我看到古人了。他是一个上面呢带了一个羽冠啊，我们看那个印第安电影，可能像那个酋长一样戴那个大的这个羽冠。那么底下呢是这样2个胳膊，这个手指头，然后呢下面呢这个是一个兽面，在底下呢是一个鸟的爪子。那么在这个古人的这个造神的过程当中呢，他神像不能完全跟人一样，完全跟人一样就不稀奇了，也不能完全跟兽一样。所以呢，所有的这个神呢，它都是半人半兽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呢，这个就是玉琮，它是作为一个神像的载体，它不是一个这个一个装饰品或者什么。这个就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于良渚玉器功能的认识。那么这个神像的特征，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在良渚文化的这个范围里边都一模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相信这个文化它是一个非常高度统一的有一个集中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所以呢，86年发现之后呢，我们中国考古界就开始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在5000年左右，应该是在文明的门槛。那么所以当时用了个名字叫文明的曙光。文明的曙光就是说你还不敢断定这个已经进入国家门槛。那么按照文明的这个定义来讲，国家产生、国家文明，那么有3个标志，一个是大型的城市出现，城市标志着人之间的一个区分。那么第2个呢是文字的出现，那么第3呢是这个金属的出现。我们的金属的出现是在4000年左右，我们的成熟的文字，我们知道在商代殷墟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那个是3000多年。但是呢，通过我们良渚古城的发掘，证明我们的这个文明的高度，我们社会组织的高度是不亚于古埃及的。2006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良渚平遥镇这个位置，我发现了一条南北向的良渚时期的古河道。古河道里边出了大量的良渚的文物。那我想，这个当事人应该生活在岸上，怎么样就把这些垃圾嘛都丢到这个河道里面去了。那么，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岸边呢解剖了一下，呢，就发现了，在3米多高的黄土的下面，铺垫了一层石头。说实话，这个在刚刚发现的那1、2天，也没有太多的感受。石头肯定不会有人当宝，这一堆黄土也可能没有人把它当宝贝。那么后来我就在设想，这个石头呢是有棱有角的，不是河里面随便捡来的，是开采来的石头。会不会在整个这个村庄下面都有呢？这个村庄有1000米然后呢有这个500、600米宽呢。第2天呢就去问老乡我说你们家打井有没有出过这样的石头？后来问到2家，说我们打井有这样类似的石头，这个就给我增加了信心。我当时就在想，哎呀，应该非常大的一个工程。越想越兴奋，想得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呢就觉得我这有大的发现了，那我就去探索。刚才的那个出现石头，这个是这个位置，这一条都找出来了，这一条有50、60米宽，1000多米长，我很快就把这个1000米都找到了。那么找到2头呢都没了，北头找到这儿呢就没了，找不着了。找到南头呢，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山，也没有了。这个没有了之后，不能就这样结束了。那么我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它的分布到底是城还是这个古代大地？那么我们就做2种设想。那么作为大堤来讲，我应该往哪边去找？作为城墙应该往哪边找？
所以我设计了好几条路线，带着技工去钻探。最后呢，在这个北面的这个位置钻下去，发现石头，在这儿找到，我们就沿着钻探找到这儿了，智山，找到这儿又没了，还是没有回答问题啊。那么万一是大堤呢，就应该往这边继续找。如果是城墙呢，可能从这儿拐。那我们设计了好多条，到10月份就在这儿发现，你就非常兴奋，因为发现两面的时候，完全可能是大堤。当发现这个的时候，我说那没问题了，这一下是城墙100%了。东城墙找到之后呢，南城墙很快就找到，这一下子就封闭起来了。考古呢，像这个推理小说、探谜一样，那么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就非常兴奋。现在的良渚的这个，是我们目前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为完整的保存最好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古城址。这个古城发现有多大呢？南北1900米，东西1700米，总共是300万平米。那我们大家都去过故宫，故宫是78万平米，300万平米就是4个故宫这么大。所以你想，5000年发现一个城4个故宫这么大，那么当时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个事情。那么中间的这个宫殿区多大呢？它的面积呢有30万平米，房子不是很多。那么当年的宫殿呢已经非常的大，最大的这个房子呢有900多平方米。在几个主要的宫殿区中间呢，用沙土铺的广场，那么当时主要的一个活动的场地。所以我们现在经过10年的考古，我们对于它的城内的情况呢已经非常了解。所以呢，从07年到今年的11年时间，我一直在那个地方。考古的这个工作来讲呢，那么它也是跟我们整个经济建设、跟整个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这样一个工作。考古呢，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07年发现古城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我有些思考，然后呢去顺着追。那么近10年来，我们发现之后，我们对它内部的认识，我们也用了很多的科学手段，比方我们对良渚人的生活，对各个方面，比方说碳14测年。我们知道比较准确的年代，那么现在还可以做 DNA， 知道它从哪儿来的。你比方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卫星图用了好多个时期的卫星图，我们可以大距离的观察地貌。13年，我们又发现了堤坝，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发现了11条水坝。通过这个地图分析通过这个现场调查，在这个地方呢就形成了一个14平方公里的一个水库。那么通过这个水库，可以把水呢引到这个位置，从这儿可以流到古城来。也就是说，良渚人在设计这个城的时候，同时在设计了上游的一个水利工程。这个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就是通过这个水坝，然后到这个古城，整个这个区域两山之间，我们地图上算一下，100多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体系，我们就可以想象当中，良渚这个国，它这样一个首都，有100多平方公里这样的一个规划城市，加上中心的宫殿区，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我们设想一下，可能在80年代以前，我们的城市规划可能还没那么大，现在城市比较大，是吧？还没有说放的眼光那么大去规划。而且呢，它这个土方量总共是1000多万立方。埃及的胡夫金字塔那个最大的金字塔，300多万立方。当然，它那个石头比较艰难那个石头做起来比较艰难，但是这个土方量差不多我们这个1000多万立方，1000多万立方，你们自己可以去换算一下。在古人，如果有一堆人在那边去挖土，然后有一拨人呢在运，还有一拨人在这儿堆，在这儿修筑。那么我估计呢，得3个到5个人，比方说一天能够完成1方的土石方量。那么1000多万立方，咱们如果说以3个人一天完成1方的话，那么就是3000多万工吧。3000多万工，如果你同时用1万个人在干活的话，那也得干10年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社会组织能力是多少庞大。我们证明我们的这个文明的高度，我们社会组织的高度是不亚于古埃及的。
经过30多年的考古呢，从我们早期认识遗址的位置，然后呢，到我们后来发现贵族墓地，到后来再发现宫殿区，然后再发现城址，我们证明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区域。这个大家就公认，这个是已经进到国家门槛里面去了，已经是一个成熟国家了。在这个13年，我们上海世界考古论坛里边，我们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参加。我们良渚的发现被评为当年的世界10大考古新发现。那么大家呢都非常的认可，说中国在5000年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早期的国家阶段。中国考古人用了100年的时间，建立起来了中国的一个长的一个历史的景象。那么在我们现在我们全国的国家文物局，我们有个新的课题叫考古中国。我们用考古来解决更大的问题，放在一个大的人类的历史文化的长河里边去理解当今的事物，然后我们放到一个大的环境的变迁里边去理解我们今天我们未来如何去走好人类后来的5000年。考古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借鉴。良渚呢，19年我们将参加这个联合国的申遗的这个评选。现在呢，我们整个这个良渚遗址公园里边的这个城墙，还有很多的这个水坝，它有那个不可移动的部分，那个是我们申遗的部分。你一定要到现场去体会，非常欢迎大家有机会去良渚看看。谢谢大家。谢谢刘总，谢谢。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怎么样，大家都回来了吗？我看有的人眼神还在5000年前。听到最后，真的有一些观众眼睛听直了，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是我觉得，其实人在听这些考古的故事的时候，往往会顺着您的讲述，就一下子把自己沉浸到了几千年前。所以考古还是蛮好玩的。对，好玩。所以今天听到您的这个开讲的观众，我觉得也是幸运的，因为至少在未来，当有人再问起我们中华文明5000年，这5000年从哪儿来，我们至少能用2个字告诉他：良渚。文化自信是吧？这个真正的叫文化自信，在您演讲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央视网图文直播，然后很多的网友呢也提出了问题。我们首先进入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来看看网友提出的问题。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篇论文，一评我们放不下，我们分了好几评。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研究生刘蕊，在这里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您。中国的考古学正是发端于20世纪兴起的古史变运动，目的是服务于传统史学的论战。一直以来，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结合，正经不史。好，翻篇儿。历史研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对于人类学、生物学、民俗学等学科作用关键。另外，如今的考古学和现代科技结合，走向大众，服务于人民。以良渚发现和利用为例，2018年申遗推向世界，在筹备建立一些面向公众考古的体验中心和文化长廊，这也是考古学的意义之一。翻篇。那么现在，刘老师作为资深的考古研究员，比我们更接近于考古现场和研究前沿。除了以上，请问老师能够为我们梳理一下现在的考古学是否还有新的基调拓展？对于这个学科本身来说，有什么更新、修改或者拓展的目的和期待？翻篇。没了吗？好，结束了。这个问题也很多。实际上，中国考古学呢，正经不史，我们中国叫金石学，是吧？从宋代就开始。但是呢，考古学传入中国，通过地质学跟古生物学，那么建立了自身的一个体系。那么这个也就不是完全正经不史，因为比方说在4000年以前没有金石记载，对吧？没有。那么是完全是一个创造性的。那么考古学对于这个当今的科学的运用是非常多的。比方说碳14测年，比方说通过动物骨头的同位素人的这个骨头的这个同位素。
我们就知道这动物、这人吃啥。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考古学跟这个其他科学，我觉得比较类似的。一方面是走向微观，就是你怎么样把一个案例做到更加的具象、更加的生动起来。然后呢，再一个走向宏观。比方说，我们有个新的课题叫考古中国，我们用考古来解决更大的问题，放在一个大的尺度里面去理解环境，去理解我们文化的发展。今天的科技啊，确实给咱们考古学家如虎添翼。您比如说，刚才我看您很多的图片，其实应该是卫星遥感啊这样的，对。但是过去的考古学家在没有这个技术的时候，他经常会感叹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考古年轻人应该是赶上一个好时代了啊！现场很多的观众也写了很多的纸条的问题。考古的时候，你们会带黑驴蹄子吗？他这个术语您明白吗？黑驴蹄子，我不太明白。黑驴蹄子在很多这个小说呀这样的一些传奇啊怪异故事里边是用来辟邪的。考古队员不信邪。紧接着一个问题说，您碰到过怪异的现象吗？比如说什么挖着挖着突然一个机关？几千年的这种肯定是没有，几千年就都剩土了，就土跟文物连骨头都没有。他说的那种可能在历史时期会有一点。对于历史，很多现在的年轻人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大量的这种信息的补充，包括现在影视作品。那影视作品它为了娱乐化，您会怎么看这个事儿？我也不反对这些东西，我也没有读埃及的论文来知道埃及，我很早就知道埃及，那也都是通过影视。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开放的。如果能够足以引起年轻人的兴趣，对，让大家了解，可以不同角度。但是我们作为这个真正自己研究考古的人来讲，我们是非常严谨的讲科学的。接下来这个问题，这个考古似乎离咱们的生活很遥远嘛？我想知道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5000年一听呢非常远啊，这大家会觉得哎呀，5000年跟我有啥关系？非常远。所以我原来我说有个设想，我们形象点想，我们25岁可以有一代人嘛，结婚生小孩。如果25岁一代的话，那么你5000年就是200个人排在你前面，你数过去200个人很近啊，就到5000年前了。就到5000年了，200个人的队伍是。如果说是我们长者跟这个小孩可以传承的话，50年可以一代的话，那我们就是100个人，我们的知识是传承的。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考古给我们非常长的一个历史的长河，让我们活得更加这个坦然一点，更加明白一点。现在人很多人担心说地球转暖，汽车尾气啊，各种非常焦虑。实际上地球非常大的一个周期，10万年一个周期，地球现在在大的趋势在转冷。所以考古你学多了之后，会比较坦然面对这个现实。我们挖几千年，挖的再好的宝贝，帝王将相一个都没见着。所以考古你是一个真正的理解地球、理解生命的一个科学。然后我们要总结这个过去的规律，然后对于未来有借鉴，让我们这一生过得明白一些。你否则的话，作为一个生物来讲，吃喝拉撒一辈子，最后腿儿一蹬，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这颗星球上，在漫长的发展历史当中，个人或者民族或者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究竟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你连自己的前后左右都没看清楚，我觉得这一生活的可能就太狭隘。对。接下来6位青年代表，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跟刘所长交流？哪位先来？刘所您好，萨老师您好。我是旅行摄影的爱好者。今年1月份的时候，在黎巴嫩，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巴勒贝克古城，或者是在朱拜勒它的十字军古堡，像这样的一些地区，它的古城的遗址还有周围的居民区，它是相互共存的一个现象。然而，我现在回观于我们国家，像这样的一个城市与遗址之间共存的这样一个现象是非常非常少的。我想问一下，这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当然有一个原因了，因为我们是土木建筑，他们是石头建筑，他们就随便这样留下来，你也不用搭个棚保护它，它没啥问题。
我们就光剩一堆土了。你比如像良渚古城，木头早就就剩腐烂木头早就对没有了，你看不到它原来的形象了。我现在很高兴看到我们很多的文化的回归嘛，我们国家也在强调我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我们要理解文化是什么，文化的载体是什么。我们说世界5000年，你埃及金字塔，你就是看到5000年，你拍的这个。你一看，它人家是几千年前的东西，那就是它这个文化的本身，文化的载体。我个人总结一下，就是说，当你去外国，你第一感受，比方说你去法国，你第一感受它的文化是什么？第一感受视觉的，我相信是建筑。哎呀，这是日本，这是法国。所以2战以后，欧洲好多地方毁了，他就是拿着照片照着原样要造。如果我们的老北京城没有了，你还有感觉吗？你肯定没有感觉。这个就是文化的载体。实际上，改革开放40年，我觉得我们也在经历一个发展的理念的变化。对，从一开始大家一股干劲儿，赶紧改变眼前的面貌，先让今天的生活好起来。所以那个阶段跨越式的发展确实牺牲了很多东西。但是当一切开始慢慢好起来之后，人们就在想，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其实真正的财富并不仅仅在于今天我们能盖多少新的楼。而是我们把过去的纽带和今天，如何能够清晰的能够保留下来。如果我们的全民，我们的整个的政府，我们对于我们的文化的载体非常清楚的话，我们的城市跟我们的农村就不会毁坏那么快。考古这个东西，它是证明了历史，也是为了我们的现在和将来。谢谢。刘老师您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大学2016届古生物学毕业生安永瑞，就是6代单传的那个专业。大家知道，就北京大学有一个专业，就好像古生物学就好多年了，每年就一个毕业生，就你一个人学这个专业，对吗？啊，就当年是这样。当年就你一个人学这个专业，所以不好意思不让他毕业。就到后来，因为就他一个人学，如果他不毕业，那这一届就没有毕业生。其实我有好好学的，所以你在中国应该算这个领域能凤毛麟角的研究人员，少数。赶紧把它保护好，快！古生物学它主要是这个1万年以前的，就是研究那个什么恐龙啊什么这一类。如果研究恐龙还好玩一点，我估计他们可能。古生物学是不是动物、植物都学啊？啊，还有微生物。对，微生物。他们还得研究稻米，不同的稻米，古代的时候7000年前种的什么样，6000年前种的什么样，5000年前什么样，就是研究这些吧，也有的时候。就涉及这方面，有那个农业。就之前看到《史记》里面会记载，然后江南地区就楚越之地是贩稻耕耘的。然后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良渚人民吃什么？我们那个河道里边挖的都淘洗出了大量的骨头。有20多种动物，最多的骨头就是猪，那么当然什么大雁啊、鹤啊这些都有，但是良渚人主要吃猪肉，养猪。那时候已经有家养，家养的猪，不是野猪，不是野猪。然后呢，这个植物里面呢，除了稻米，有这个什么，比方说咱们现在知道的桃啊、李子啊，这个什么菱角啊，这个什么芡实啊这些东西，啊，就现在吃的东西，他们大部分都有。良渚人你看，带很多玉，穿丝绸，然后呢用的那个非常高级的，除了陶器之外，有非常高级的漆杯，那个漆杯上面有的还嵌玉呢，所以我当时的生活是很精致的一种生活。物质条件应该是进入到一定的发达的阶段。这种生活我也十分向往。比你那1万多年前好一点。因为1万多年前这个气候啊，什么这个浮动比较大。就刚才刘老师也提到那个气候变化，这些气候变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和王朝兴替，然后还有文明的兴盛衰亡会有关系。就之前看到良渚文明的衰亡是源于一次洪水。我请教过这个搞环境研究的这个学家们，那么他们认为呢，在4200年左右的时候，有一次世界性的洪水。那么这个世界性的洪水大概就跟咱们现在说的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那个时候它的这个暴雨啊，这个洪水呢，可能不像现在厄尔尼诺1年就过去了。那个时候呢，持续了好多年。所以大禹治水的时候，从他父亲就开始治水，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从我们看良渚杭州的这个盆地被淹掉了，中间1000多年没有人，所以它持续是挺长的。但是呢，只是良渚古城的这个范围它被这个洪水淹了，但是其他范围并没有被淹，后来就融到其他的文明里面去。人类面对大自然的力量，你仍然很渺小，人类很渺小。所以学考古学这个科学，就是让我们更加清醒，认识到人类的渺小。下一位。老师你好，我叫莫丽卡，我是波兰人，然后来到中国留学读研究生，在浙江大学。欢迎莫丽卡，波兰姑娘。我生活在杭州，我去过几次良渚博物馆，在那边看到讲解员说，就以前的先民是用木头建房子的。那个时候我想起来了，我们波兰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它是大概14世纪公元前出现的，都是用木头做成的，风格跟良渚文化的建筑很像，所以我在想，最早的人的智慧是差不多的吗？公元前14世纪，也就是大约3500年。对。我觉得这个人类发展是非常大的共性的。每个国家、每个区域内，除了在当时代的互相学习、有这个交流之外，它也有很多早期的人类的流动是很大的。我们跟这个欧洲、跟西亚，包括跟非洲都有很多的交流啊。我觉得有共性的，这个是肯定是同步的。他就说，像良渚文化啊、古埃及文明啊、苏美尔文明，大概都是诞生于同一个时代。对对。说当时的人们约好了吗？难道是？这个同步呢，就是跟地球发展有关。发展到这个年代，你前面经过多少年的积累之后，人呢突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聪明了，突然开窍了。这个社会发展到那个时候，它的社会组织模式有些很多类似之处，它是世界发展有很多的同步性。但是呢，你看我们世界上几大文明都是在北纬30度左右嘛，在这个纬度里边呢。因为人的横向交流比较容易，因为气候变化小，然后南北交流比较困难一点啊。你在那个什么赤道地区，就采点果子吃就够了，不用去生产，所以它不太需要那么努力的去创造什么。然后在太那个寒冷，比方说太生活你又很难，那么它要有一定的这个人的群体才。不断的去发展这个社会，然后发展它的物质。好的，谢谢老师。所以在埃及人修金字塔的时候，良渚人在修宫殿、修水坝；在埃及人给金字塔里面刻上精美的象形文字的时候，中国的良渚的先民正在玉器上面雕琢着精美的图案。所以尽管相隔很远，但是在几千年前，人们不约而同的开始有了往文明迈进的这样的证据。好的，谢谢老师。谢谢，也谢谢你来到中国。其实人类文明的交流、文化的交流，直到今天，仍然还在继续。对，欢迎你下次再到良渚，我给你当导游。来，下一位。刘老师您好，萨老师您好，我是北师大实验中学高3系班的一名学生邹弘毅。今天听完刘老师的分享之后，其实我内心有特别多的感触。考古工作和高3备考确实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就像是我们每天日复一日的刷题或者工作。而您们所要交的工作报告，就像是我们所要交出的一份考卷。那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面对未知性的情况下，可能无数次的努力，最后可能会面临一种失败。就很多年轻人会觉得高考有成败，但是考古就像您来讲，您有设想过，比如挖多少年，如果什么都挖不出来，我就不干这个了。考古的它不是高考，没有目标，因为你脑子里面带很多的问题。当你发现一个切入点的时候，你去追，我觉得这个就是科学思维。你要有科学思维，不在于说我设定一个目标，我没发现，我就很痛苦。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过程，没发现也没关系。开始上我这也不是一直在挖良渚，三峡工程我也去挖过，中宝岛修大坝之前也去挖过。实习的时候，那时候在青海啊，在河北都挖过。我们全国呢，汉代到6朝时期的墓葬最多了。那样的墓你挖到里面就几个坛坛罐罐，你到哪挖都差不多，没有太多的，就是对历史突然有对构建决定一个大的那个什么。但是这个过程仍旧是很开心的。但是有没有过在您身边真的有考古从业者几十年啥也没挖到过的？一说哪儿有东西，他一去啥也没有啊。那倒不是，我们考古人就每年你都在学习。
就是你一直觉得很丰富。有的人虽然很多人没有多少名气，没有多少，因为他没有挖到过重大的东西，所以可能没有名气。但他个人都是很丰富的，我认为啊，无论你有没有成就，实际上呢，你每一天都面对新的东西。你挖下去，你不知道下面是什么，那么你发现了，你就要研究它啊。碰到天文的你要研究，碰到这个农业你也要研究，你就这个人就不断的丰富起来。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现在的志向大概是哪个方向啊？在原来的话，我是一直想考哲学系或者是历史系，但现在听完这次讲座之后，我对考古系抱有一定的希望，改考古系了。对，欢迎考古。考古是研究历史，也是研究哲学，我觉得，所以欢迎考古系啊！加油，加油啊！来，下一位，刘老师您好，我是李思维。我就是在想，一个人他躺在地底下躺那么多年，最终发掘他的，如果是盗墓者的话，那么他一生的故事就从此就灰飞烟灭了，就再也没人知道了。而如果是考古人员来发掘他，他一生的故事可能又被重新讲出来。然后等于他又活了一遍。我想问的就是，您觉得古人躺在那儿，非要那么形象吗？躺在那儿，我们讲故事，他又活过来。可以假设一下，假如他真的在天有灵，他是希望他的故事被讲出来呢，还是希望他的故事永远都没人知道了好呢？本节目由格力家庭中央空调赞助播出，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考古是研究历史。我们现在考古呢分为2大块，我们一个呢是研究性的考古，还有我们中国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抢救性的考古，就是说你碰到基建了，你不挖出来它就毁了。我们考古有一种说法，考古者你要替古人说话，要把古人说活。那么除了历史时期这个有名有姓的人，他有记载的，那你能够复原他的生活。那么早期的我们挖的都4000年以前的，没有文字。你很难去复活他到底怎么，他一生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好多呢有骨头的什么，我们可以知道他大概什么年龄死的，他大概怎么样一个疾病，他的是吧？受过什么伤？那么像北方挖的，有些骨头保存得很好的，都可以知道，把他的来龙去脉搞明白。我觉得古人还是希望今天的人能记住他们，能够了解他们的故事，因为在中华文化当中，慎终追远。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忘记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所以尽可能的在我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去把他们的故事复活。我们的传承，一个是通过基因的传承，还有一个我想是通过文化的传承。所以呢，我们考古主要是研究文化，就把文化给它理出来。谢谢刘老师，谢谢夏老师。改革开放40年，走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我们的文化的根，寻根探源，而且这当中也有像刘所长这样，一心扑在一个事业上30多年，去孜孜不倦地在一个地点上，去寻根探源的人。我在听您演讲的时候，脑海中出现的画面，就是您在讲到发现那个水坝的时候，当时现场是在取土。那么你想想，被取走的这些土，如果变成了今天人们居住的房屋，你会在想，几千年前我们的先祖用它来守护我们的平安，防止洪水的侵袭，而几千年后这个土又到了你家里，为你挡风遮雨，可能是一种形象的，你能够理解我们和过去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祖先的智慧，中华民族的传承，无时无刻不在守护着我们的今天，而我们也应该用我们的能力去守护好这个民族最宝贵的这份文化遗产。再次感谢刘所长今天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开讲。下一期开讲再见。谢谢您。